少司法把我打的真的是，我真的是遍体鳞伤了，我没办法去接受这种判决。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关于新北市国中生割颈案的资料。这件事就发生在2023年，它不只是一件让人心碎的社会新闻而已，它更像一个引爆点，你知道吗？点燃了整个社会对于少年司法、校园安全，甚至是社会安全网的集体焦虑。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想跟你一起梳理这些盘根错节的资讯，不只是回顾发生了什么，而是试着去理解为什么这起个案会引发这么巨大的风暴，还有它到底揭示了我们社会中哪些更深层的系统性的裂痕。没错，这起事件之所以这么震撼，就是因为它真的不是单一的实控行为。当你把所有资料摊开来看，从加害者的背景、学校的应对、司法的判决，到最后整个社会安全系统的运作，你会发现这是一连串，真的是一连串失灵的骨牌效应。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这些骨牌是怎么一片接着一片倒下的。这不单纯是一个坏孩子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整个系统为什么没能接住任何人的故事。好，那我们就从事件的源头开始，好好梳理一下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时间点是2023年12月25日中午。起因，说真的，听起来非常单纯，就是一名林姓女同学到受害的杨姓男同学班上找朋友。是的，根据卷中的资料，当时杨同学正在午休，他看到林姓少女在教室后门探头探脑，就跟她说了一句：“你不是我们班的。”就是请她离开。就这么一句话，成了悲剧的导火线。真的很难想象，就为了一句“你不是我们班的”，那个林姓少女觉得受辱，然后就马上找来了她的干哥，也就是郭姓少年，要替她出气。接着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郭姓少年拿出预藏的弹簧刀，在走廊上跟杨同学发生争执后，就朝他的颈部和胸部连刺了10刀。杨同学当场就失去生命现象，虽然紧急送医抢救，但还是在隔天宣告不治。可是你知道吗？点燃公众怒火的不只是这起残酷的攻击，更是加害者事后的态度。郭姓少年在移送法院的时候，被媒体拍到对着镜头比压，而林姓少女在被责付回家后，竟然还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呛说我又没有教唆人家，又没有错，甚至还说，况且我未成年，法律会保护我。这种毫无悔意的态度，真的让人不寒而栗。我想问一下从心理学或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系统在处理少年犯罪时，会去区分说这是一个犯了错但仍有教化可能的孩子，还是一个似乎完全没有同理心，甚至有反社会倾向的个案吗？就是说，犯罪的动机跟心态在少年法庭上有多重要？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理论上，少年法庭的调查官会针对少年的品性、经历、身心状况、家庭环境这些因素去做所谓的审前调查，这些都会影响法官最后的裁定。但现实是，当你看到这种极端的冷漠时，却是为挑战整个少年司法的基本假设，也就是所有少年都具有高度可塑性这个假设。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料显示这2位少年他并不是初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就指出，郭姓少年在转学到这所学校前，就已经是司法系统列管的对象。你提到的列管对象，也就是资料里说的曝险少年，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但对一般听众来说，它在系统里到底代表什么？是指他之前犯过错，还是有一套特定的应对程序必须启动？曝险少年它是一个正式的分类，指的是少年因为自身或环境的因素，比方说家庭功能失调，或是自己有偏差行为，而有可能触犯刑法法律。郭姓少年就是这样，他因为之前的案子被裁定保护关束，也待过少年观护所。这就意味着司法、社福和教育系统理论上
应该对他有一套跨网络的辅导计划。他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学生，他是一个系统早就标记出来的需要高度关注的个案。一个系统早就知晓的高风险个案，却还是在校园里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与此同时，被害的杨同学在所有师长的描述里，却是另一个极端。没错，这种强烈的对比可以说是引爆大众情绪最关键的良料。被害的杨同学成绩优异，热心助人，而且富有正义感。他的导师在追悼文里写道，杨同学为了能就近照顾身心障碍的姐姐，甚至自愿放弃了就读资优班的机会。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阳光、善良、有责任感的年轻生命，被一个系统失灵后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给终结了。这种不公义的感觉让整个社会都沸腾。是啊，这种让人心碎的对比，自然而然的就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司法系统上。大家都在问，法律要如何回应这一切？接下来的司法程序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的，一审法院判处郭姓少年9年，林姓少女8年徒刑。到了二审，法院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加重改判为12年跟11年。但这个结果对被害者家属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期望的是法律允许下的最高刑度，也就是30年。我还记得被害者父亲在法庭外对着媒体镜头痛哭失声的画面。他说台湾司法已死，少事法只保护加害人。他那种崩溃跟绝望，我想看过的人都很难忘记。他甚至提到一个细节，说有法官在法庭上问他们，能否有机会让他们就是加害人来孝顺你们。这句孝顺说可以说是火上加油，引发了滔天巨浪。它也直接触及了整体事件最大的法律争议核心——少年事件处理法。对，这部法律瞬间成了众矢之的。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法律对这么残忍的罪行给出的刑度，却和社会大众的期待有这么大的落差？这个就要谈到少年事件处理法背后的立法哲学了。这部法律的基础其实是建立在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刑法的理念上。他相信未成年人的大脑前额叶，也就是掌管冲动控制和道德判断的那个区域，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法律赌的是他们仍然有改变的可能。因此，整个法律的设计核心精神是教育和矫治，是优先于惩罚的。我理解这个理论，但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对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父亲来说，听到凶手最快可能只要关4年就能申请假释，就是用12年刑期的1/3去计算，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正义，反而更像是一种背叛。我们的系统要如何对家属去合理化这样的结果？这就是整个系统的困境，也是法律与人情之间最大的冲突点。法律的设计是着眼于未来，为了降低再犯，让少年能重返社会。但被害者家属的情感是根植于当下无法弥补的伤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符合比例原则的应报。当一个少年犯下了成年人等级的残酷罪行时，这两种价值就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至于那位法官的孝顺说，犯罪心理学专家戴胜峰直接批评，这是世界上最愚蠢、最伤人的情绪勒索，完全扭曲了修复式司法的本意。这听起来不像司法，反而更像情绪勒索。没错，真正的修复式司法重点是让加害者去承担责任，是在一个安全的对话环境中，清楚地向被害者家属说明自己为何犯错，并为造成的伤害负责，直到家属感受到真诚的悔意。同时，也让家属有机会说出他们的痛苦与恐惧。它的核心是责任，而不是把原谅的道德包袱强加在心碎的家属身上。家属还提到另一个让他们感到恐惧跟不平的点：资讯不对等。少年法为了保护加害者，要求社群平台 Dcard、PTT 这些必须下架他们的个资和照片，但反过来，在进行民事求偿的过程中，被害者家属的个资却必须完整的提供给加害者那一方。这是一个法律设计上的巨大两难。保护少年个资是为了避免他们被社会贴上永久的标签，让他们未来还有重生的机会。这个利益是良善的，但当这个保护反过来变成对被害人家属的威胁时，这个天平就失衡了。
被害者父亲说，郭姓少年在警觉时就曾呛过秘密证人说：“你给我等着。”现在他很害怕，等少年出来，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他们家。这个恐惧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谈到这里，感觉我们一直在讨论事后的补救和惩罚，但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这整件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一个有暴力前科、被司法系统列管的学生，带着弹簧刀就这样走进了校园，这听起来才是最根本的失灵。为什么第一线的学校没能拦下这一切？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整个安全网的第一个破口——校园。事发后，很多第一线的教师都出来发声，他们普遍的感受是有责无权，动辄得咎。意思就是说，他们被赋予了管教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工具去执行。全国教师会就批评，事后检讨都只聚焦在刀械这种违禁品，但问题的核心不是物品，而是人，是学生的辅导管教失灵了。他们的困难具体在哪里？比方说检查书包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基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程序非常复杂。如果要对特定学生进行安全检查，你需要有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在场，还要全程录影存证。在分秒必争的校园现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多老师怕被告，干脆就不查了，形成一种寒蝉效应。所以教育部事后也紧急开会，严拟放宽对特定学生，也就是像郭姓少年这样有保护管束身份的学生，赋予学校更大的检查弹性。所以，即使学校知道某个学生风险很高，但在悲剧发生前能做的也极其有限。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网拉得更大一点来看呢？郭姓少年是从少年观护所转学过来的，理论上司法系统应该要把他的状况完整的交接给学校吧？理论上是，但现实就是这个横向联系的网络断了，他从一个系统，也就是司法，转到另一个系统教育的时候，资讯衔接显然出了大问题。学校可能只知道他是一名转学生，但对于他的暴力倾向、帮派背景、携带武器的习惯等等这些高风险情资，可能完全没有掌握，自然也谈不上准备任何特殊的辅导资源。为什么会漏接？这听起来是 SOP 上最不该发生的错误啊！因为这背后是更残酷的现实，整个系统长期资源不足，人力匮乏。不管是少年保护官、学校的专辅老师，还是社工，都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根据资料，在台北市，一位3级的专辅人员平均要负责6所学校的个案。你想想看，这不是在捉预防，这根本只是在四处救火。我们嘴上说要建构一张绵密的社会安全网，但实际上，这张网的资源稀薄，网眼巨大，根本接不住这些正在快速坠落的少年。当官方系统失灵的时候，民间的愤怒就找到了出口。很多民众自发组成了还想陪你长大联盟，直接到司法院门口抗议。是的，他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3大诉求。第一，要求司法院为法官的失言，向被害家属公开道歉。第二，检讨现行的少年犯罪前科涂销制度，认为不该让重大犯罪记录轻易消失。第三，要求政府说明专责处理少年与家事案件的法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立。你可以看出来，这些诉求都非常精准地对准了系统的核心问题，从司法人员的同理心，到法律制度的设计，再到硬体资源的建制。总结来说，这一切到底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当我们回头看这整叠资料，会发现新北割颈案像一面棱镜，它折射出我们社会中几个深刻且坦白说无解的矛盾。首先是给予少年犯再教育机会的理想，与实现社会所认知的公平正义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保护少年隐私以利其重返社会的善意，与保障校园及公共安全的现实需求之间的两难。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我们口中那张理想的绵密的社会安全网，与现实中资源匮乏、各自为政、处处破洞的系统之间的巨大落差。这起案件确实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犯下了跟成年人一样冷血残酷的罪行时，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回应？
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予犯错的少年一个重生的机会，还是为了给予心碎的家属一个他们所认知的公道？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条能够兼顾的路？或者说，在某些极端的个案里，他们注定是无法两全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值得你继续深思。